你跟你女朋友吵架的时候，我不是已经教你一次了吗？那你为什么不会质疑说，呀，搞不好是你没解释好，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人与人之间互动，跟人跟机器互动，现在目前的一个 imbalance point， 因为我们会觉得说，跟机器互动，机器一定比我笨啊，所以我要教他很多次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但是 AGI 到达的话，它应该是跟我一样有智慧的，我教你一次，你应该就会了。所以随着时间，能不能期待不一样？哪一天你的阿嬷骂你家里的机器人说：“我已经教你一次，你怎么还不会？”你就知道 AGI 到来了。我们这个世界的 AGI 是由此判断的。就是我们的衡量标准长在阿嬷身上。这样长在这个阿嬷的这种，就是他的 expectation， 如果变成说我已经告诉你一次，你不要再犯这个错误。嗨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塞洽，我是 Inside 的编辑 Mia。我是 Fox。今天塞洽这一集很高兴邀请到的是 Google DeepMind 研究副总裁纪怀信博士。请博士跟大家打声招呼。Hello， 大家好。博士，可能请你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您的背景，跟您在 Google 主要在 Google Mind 研究担任的职位跟主要研究的方向。我是台湾土生土长的人，对，在淡水出生，然后在大概15岁的时候，跟父母一起到美国去念书，因为我妈妈那时候跑去念博士，是，然后我就高中在那里念的，然后念了这个高中、大学，硕士、博士都在Minnesota念的，然后念完了以后就到加州去工作，在研究中心里面工作，一个叫做 Xerox PARC 的地方。我要打岔这个，我觉得 Xerox PARC 对我来讲是一个，我查了一下您的背景，我查这个，我说哇，您居然在那里工作过啊？是在97、98年的时候？对。因为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值得讲一下，就是1998年，这个苹果控告了微软。然后说呢，为什么这个他们的这个 Windows 这个剽窃了这个 Mac 的这个作业系统的样子？然后比尔盖茨就说没有啊，其实我们都是到这个 Xerox 去看，所以大家都一样的。所以那个事件就是那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啊。对，OK。我刚去 Xerox PARC 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他的第二个 Renaissance。所以那时候就是做 research 的话，可以说是那个地方是一个顶尖的地方。对，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哦，在过去微软的视窗作业系统，或者是我们现在看到 Mac 这个OS 里面的这个系统，就不管是滑鼠啊、操作界面啊等等，当年都是由这 Xerox 全录那个时候研究中心发明出来的。没错，而且他当时是在加州的原因，就是因为要离开总部越远越好。对，全录是个影音机公司。对，他原本是在东岸，对，他最主要的总公司在东岸，然后所以设立一个跟本公司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研究部门，就设定在斯坦福大学旁边，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很传奇。然后他们说，以前贾伯斯跟这个比尔盖茨就是分别进去看一看。然后就学了人家东西，然后就抄了之后出来，然后说我们都是在那边学的。然后，所以在那个时候的氛围是那边就是一个研究领域的一个很棒的地方嘛，顶尖的地方，而且它也是我们那时候像比如说 Ethernet 就是network 的起源地，然后 laser printer 也是在那里invent， 所以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这个 laser printing， 甚至于我们现在常常在用的视音的这种这个video conferencing， 都是在 Xerox PARC 就 invent 了。那个是80年代的事情。对，为什么那个时间点，虽然您是90年代跟80年代还是有点，但我好奇是为什么那个地方会有，就是能够做，它是跟军方合作吗？还是都不是？你问这个问题还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矽谷为什么后来有这么多的 innovation？事实上，它跟这个矽谷整个渊源，我们为什么叫 Silicon Valley？当然是它跟半导体有关系。但是半导体之前，跟半导体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是当年在二战的时候，最重要的 research
是在做什么呢？是在做这个 radio， 比如说侦测，这方面的 research。所以斯坦福大学当时在40年代的时候，特别是在做这种 radio sensing 的东西是顶尖的地方。对，所以那个时候斯坦福大学的 engineering 就很厉害。所以这个Xerox PARC 在70年代要成立研究中心的时候，因为 Stanford 有一个 Triangle Research Park， 那大家都想要到那个地方去设立研究中心，所以是这个原因，在那个地方已经有40-50年的那种历史。对，因为他可能原本就是在做这种这种高阶的科技的新的东西，最近那边聚集很多研究人才那里，而且很有意思的地方是我每一天开车上班的时候，会经过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像铁皮屋一样那样子的地方，就平平的，然后一层而已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原本半导体发明的发源地而且有一个 IEEE 的那个 plaque， 就一个指示碑，告诉你说，这个是半导体的发源地。所以这个不管台湾现在这个半导体领导地位怎么样，这个起源还是得回去看那个没错。所以我看到全录这件事情的时候，觉得哇。真的觉得，这真是一个很棒。所以您待到2010年左右。对，我在 Xerox PARC 待了大概13年左右。然后后来发现光做 research 也不行，也要做应用的东西。对，所以我就因为这个原因就跑到 Google 去了。那一开始的时候是跟做什么样的东西啊？我因为原本是在做，最主要的是在做。原本是在做视觉化的 graphics 的 research， 然后做一做，后来发现 web 很 interesting， 所以就开始做很多 web 方面的 analytic 的工作，一些大数据的工作。那时候我们都还不叫大数据，就只叫做 data mining 或者 data engineering 这样子的东西。那个大概是20年就2000那个年代开始，然后一直做到2007-08年的时候，事实上我的团队那时候发明的第一个是 Twitter 的第一个 recommendation engine。那对，所以我们就开始从 web analytic 那个方向走到从大数据那个方向走到 social media 这一块。所以我们后来做了很多 social computing 跟 social media 的 research。那因为这个原因，我跑到 Google 去了。因为我这样全录这件事情的，因为他们做很多的学术研究，做了很多研究，但是我们实际上好像没有真的印象说全录真的透过这所有的技术发展出了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或者是因为全录应该不见了吧？差不多。Xerox 对，所以我的好奇就是，因为他在这边这么顶尖，但是他没有真的做出一个消费级，然后现象级的商品，所以学术做出来还是要想办法把它应用在影响全人类的生活里面。没错，就是像我们做 research 的研发这方面的人员，常常会不了解说技术只是它一层面。对，你真的要赚钱的话，你要能够发展出一个商业模式。那这个模式，像比如说广告的模式也好，或者是 subscription 的模式也好，或者是有很多其他赚钱的方法。你这个科技跟这个商业模式没有连在一起，你是没有办法创业的。但是也因为比如说像 Google 这样的公司，他们发明虽然一开始就是互相连结了解这些排序演算法，然后就加上广告就飞天了。对，一直到现在。所以那加广告这件事情，事实上很多人可能不了解的地方，就是说它是在这个 accelerate commerce，它事实上是一个 acceleration 的，所以它有 value， 它的 value 就从这个 acceleration 开始。对，所以到从那个时间点，那已经开始有，比如说我们都会讲 machine learning 啊，机器学习这种开始去做，刚刚讲推荐，一定跟排序。跟 machine learning 一定是超级正相关的，那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思考到说 AI， 可是我们那时候我们听到 AI 就想说，这跟我想象中那种会讲话，然后这个跟你对答如流的，你说跟科幻作品里面的差很多，就是我就这个又是用在广告，又是在做这个演算法，你好像
做一些很细节的东西，就觉得好肤，你觉得有点肤浅了。不是我讲肤浅嘛，对，就是很赚钱很棒，但是这个演算法也很棒，machine learning 也很棒，但好像没有看到一个改变世界吗？就是你觉得好棒的东西。然后这个的原因，事实上也是因为很多人，包括我们的听众或什么的，大概这20-30年来，因为 Google 这样子的一个形成，它已经变成耳濡目染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大家都有 screen，有萤幕的话，你就一定是读东西一定是 sequential 的，那你 sequential 的话，就一定要有排列组合。对，那你排列组合的这个部分，为什么后来演算法这10年20年来一直精准的那个一直在往前 push 研究在做这个地方的原因，事实上是因为这个整个广告也好，或者是我们看到这种 search result 的 ranking 也好，它的精准度只要提升0.1%，你知道那个提升是有多大的？赚很多钱，因为很多很多的钱。你像 Google 的这个 search ranking 那个部分，那一边的这个 business 大概就有200 billion US， 对不对？那你整个 market 来讲的话，一共加起来可能最起码有500 billion 以上，那你只要提升0.1%，1% 的话是$5 billion，0.1% 的话都还有$500 million， 对，都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对，所以0.1就有那么多。因为一方面是广告只要提升0.1或1% 就会赚很多钱，另外一个是如果能够用这些演算法让它的成本下降，或让比如说这个 data center 里面的某种能源或某种效率提升个1%、5%，它 cost 更低，省超多钱，也就是更好的。这也引申到就是说，现在常常在讲说，这个Google 搜寻的成本每个 query 是很低成本，已经压到非常低成本了。可是现在好像 AI 在 query 在做一个回答，它成本可能是原本的10倍、20倍之类的，那就感觉好像是不一样的时代的对抗这样子。没错，所以是这方面的这个优化我们怎么样子把这个成本降低？这些问题事实上都还在研究做阶段。因为我们要这个 figure out，什么时候用更厉害的算法，什么时候用比较粗暴的算法？对，这些都是研究的方向。对 ，OK， 我觉得在某一个时间点之前呢，就是Google 的产品线，我这样讲的，产品线有点乱。就是比如说在 Gemini 之后啦，在去年2021、2022的时候，然后去年在 Bard 忽然间全部改名，我那时候说又改名，我那时候又改名又改叫一个叫 Gemini， 然后但我必须说实在话，在 Gemini 之后，你就觉得终于现在整齐了然后 1.5、2.0、2.5 Pro 就这样一阶一阶过来了。可在这中间，我会感觉到它中间是不是有历经了很多时期啊？我感觉上有一下好像有从它不同的命名就感觉有超多专案同时在跑的感觉，就是好像有这个 Google Brand， 然后我又有DeepMind， 然后这个大概你觉得是什么时候开始慢慢被收敛，然后一直到现在这个比较好的状况？我觉得这个事情事实上跟公司的文化可能也有一点关系。确实 ，Google 的因为它是软体公司，所以软体公司它的倾向会比较像是那种百花齐放的那种方法来管理。就是说，因为他会觉得说，软体这种东西，它可能一下子就冲出来一个新的 idea， 对，那它可能是左边这边的人做的，也有可能是右边这边的人，也有可能是你后面的人，也有可能是你前面的人在做。对。所以在 Google 里面工作，你就会常常有这种感觉，就好像说，我在做这个东西，但是也有无主其他的人马在做这个东西。所以软体公司它的这种 organization 会比较倾向于这种 bottom up 的这一种做法。那硬体公司的话，就会比较 top down 一点。它是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硬体它事实上是一种组合的一种概念，你要所有的东西都要 fit perfectly， 对，
所以呢，它会更 top down 一点。你不要说这个像 Apple 这种硬体公司，它那个手机壳跟它的那个荧幕要怎么样结合在一起，它都是精准到非常非常高。那所以这种公司它的文化会更 top down 一点，也因为它有余裕。可以有各式各样的 project 同时间展开，而且你问的这个问题很好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软体现在也在经过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之前软体的做法通常就是把很多不同的 module 把它全部 develop 出来，然后再把它整合，把它 integrate 在一起。但现在因为大模型的产生，所以呢，很多东西是用一个 converge 的方法，就是一个 model 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对。所以这个软体的这种研发的方向也越来越像更 top down 一点的那种 organization。对，讲到这一个，我必须讲说，因为这个谢尔盖布林就是这个创办人大大，就是他有回归嘛，他在某个时间点好像就比较认真回来了。你觉得他回归也是让这件事情更奇异的原因吗？有啊，而且他的 personality 就是非常的主动型的，就是很喜欢做事的那种人。他是非常 execution focus 的一种创办人。因为我看到访谈就穿着一个短裤，然后就在 Google I/O 上非常 relax， 很 chill， 非常 chill， 然后就但是他私底下做事情非常的就是积极。对啊，他表面看起来可能非常 chill， 但事实上他是非常非常积极。因为我看他的访谈就是说，他可能2019还20多少就退下来了，就说不当 CEO 了，然后就有点像类退休了。然后有一天呢，就是遇到 OpenAI 的人说：“你为什么这个退休状态？现在是这个大家都在最战斗的时候，你应该回来。”他后来好像就被刺激了，然后就回来就来，我们要回到办公室上班。对，而且他事实上一直是 President of Technology， 在 Google 那时候，然后他 CEO 的话是 Larry Page，Larry Page， 那Sergey 的话，他一直是比较注重就是technology 的研发的方向，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这样想，就是说 Google 经历了一段时间，事实上可以说是 peace time。对，就是说有很多15年之后，像我们刚刚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一个很好的 example。他可能会觉得说，这种0.1% 的这种 improvement，$500 million 对他来讲 not exciting， 对不对？虽然对我们研发的人可能会这样想说，哇 ，that's interesting， 这个 idea 如果能够成的话，有一个很大 0.5% 或者甚至于 1% 的这种 improvement，所以我们在 Google Research 当时就一直在找这种 5%、10%，或是更高的那种 disruption， 对不对？对，就居然被我们找到了。而且 disruption 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更大，因为尤其是 transformer 这件事情是由 Google 的那时候的研究人员提出来的，那结果百花齐放，那就是最终回来还是得归功在 Google 身上。是，而且可以这样讲，就是说那么重要的发现，事实上是很难把它绑在一个放在一个 box 里面的。这个东西它会自然而然的就会，因为它力量太大了，它的 capability 太显著了。是，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我个人认为真的是在改变世界。对，那你这个东西你怎么可能放过它？对，那就这个真的是从这个2000年这个 .com 之后，我想他自己都说这是应该是认为是最大的一次人类的发展机遇。对，我原本会认为说，也许这个 mobile phone、smartphone 的这个 development 已经非常非常大了。那我原本会想说，要能够追上 Internet 或者是 Smartphone 这样子的一个 development， 任何的新的发明，在我是有生之年可能不见得还会看得到的。真的结果后来这个大模型的发生，我觉得它有这个可能，而且越看越有可能。现在感受上是很有可能。对，2-3年前的话，都可能还是说，刚出来就 ChatGPT， 感觉是真的假，会不会突然间停顿这样子？而且我们当时从 Lambda 到 Bard，
这一段历程，然后最后变成 Gemini 这一段历程，也是因为就是说在 Google 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人会觉得说我们在做 Lambda 的时候，而且 Lambda 的前身是一个 project 叫做 Mina，我们在做 Mina 跟 Lambda 的时候，就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是 feels like a toy，跟 GPT-2 一样。因为我那时候我觉得很多人看到 GPT-2 好像可以做些什么，又好像不能真的要做什么，好像也不行。对，所以你真的觉得之后，很惊人的跟那个还像玩具的时候，它主要的差异用起来是什么？我觉得当时的感觉有一点点跟这个商业上里面有一本书特别有意思的，在讲这个 innovators dilemma 的问题，很有关系。就是当时在用Lambda 的感觉，就是说it's fun to chat with it，但是这拿来真的有什么用途吗？对不对？你看，然后它准确性可能又不是很高，对。然后有时候会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话，对，幻觉，对，然后又有幻觉的问题，就是大家会觉得说这些幻觉的问题搞不好修不了，没有办法 fix， 对，那就等等看吧。所以我觉得事实上，我们当时从sequence 这个 sequence transduction 开始，2015年就 Transformer 之前，有另外一篇我觉得更重要的 paper， 这个sequence to sequence learning 那篇 paper，当时我们事实上就应该意识到这个是一个 transformative technology，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都 miss， 2015年 miss 了，2017年 Transformer paper 出来又 miss 了，到了2020年的时候，我们在讨论要不要 launch。这个 Lambda 的时候，大家也都 miss 了，一直要等到 OpenAI release 的 ChatGPT， 而且 ChatGPT 里面的这个最主要的人，有几个都是我团队过去的，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团队里面有些人就觉得这个是 transformer technology， 也有人觉得说这还是个 toy。那 innovator 的 dilemma 的意思就是说，常常一个新的 technology， 它会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仿制品，或者是一个仿冒品，很 cheap 的，就不对，就是 it doesn't feel like Google Search， 对不对？但是不够完，我们也把它放上去，我们 Google 对，所以就会这样。刚刚我们在聊这个全录就 Xerox， 那当时 Xerox 它有 laser printing， 对然后后来有 Inkjet 出来的时候 ，Xerox 也是觉得说，你这个东西太烂了，你那个印出来的那个 quality 非常的低，resolution 很低。因为这其中一个讲起来还很有意思，因为 laser printing 它是把 toner particle 用这个 heat laser， 把它附着在这个纸张上面。纸张上面。那 Inkjet 呢，它是一个那液体把它 inject 喷墨机嘛，我们叫喷墨机。对，他把那个墨喷到那个纸张里面去，听起来喷墨很逊。对，是这意思吗？所以喷进去的那个效果，它的 resolution 事实上当时是比 laser printing 要低很多，所以 print 出来的结果非常的差劲。所以 Xerox 的人就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劣等的 technology，我为什么要去 invest 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当时在做 Mina Lambda 的时候，就很多人有同样的感觉，就觉得说你这个东西根本就是不可能取代现有的 technology 了。所以这个就是 innovators 的了嘛。对，因为而且其实以当时间的氛围来讲，我也觉得 Google 真的很两难，因为就像是说我现在有幻觉，然后呢幻觉丢出来之后。我必须讲，即便今天 AI 这个 overview 其实还是有，但是现在大家不会觉得有问题了，现在已经到可以接受的地方，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所有的 AI 包含了所有人，就是 OpenAI 啊 Cloud 啊或任何家，每个人都有幻觉，所以 Google 现在有幻觉好像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情，不是一个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也不过才3年而已，大家就不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非常神奇。是，而且我觉得这种科技的接受度的东西，或者甚至于用户对他们的这种
evolution 跟期待会一直改变。你看，像我们这种行动电话，对不对？当年要是看到哪一个大哥在车子里面有一个行动电话，就怎么样了，对不对？哇，很激哇，好棒啊，厉害啊！对。还有以前还叫什么？台湾是叫做什么 BB Call？ 对，记得那个1997年 BB Call， 对。那后来我们现在谁有手机，根本就习以为常啊。对啊，常见的是还智慧型手机，你没有的话才觉得奇怪啊。对。所以，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这个都已经融入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所以你就会觉得习以为常了，所以我觉得 AI 这种 technology 现在也是在经过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变迁，对，因为 Google I/O 离现在才1-2个礼拜之前，您觉得里面虽然那次活动真的是我个人认为是过去10年 Google 最好的 Google I/O， 现在大家很不同意，但是anyway是我的感觉，我是这个编辑部里面唯一用安卓的人，然后每一次都嘛是 Apple 发表会的时候，然后大家就很兴奋在那边等，然后 Google 的时候就没有人理我。谢谢你当我们的 Google 的粉丝，忠实支柱。我就会说这功能很棒啊，然后就没有人在听我讲。是哦。但也因为这一次的内容真的是太多了，那你有觉得有哪一个是你觉得你个人？不论是公司或者是你个人成绩，你觉得自己最喜欢的？我会觉得去年2024年我们发表 I/O 的时候，我说哇，我的天啊！现在这个 multi-modality 的 capability，所谓 multi-modality 就是这个大模型。你有没有注意到？对，模态。我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之前常常讲的是大型语言模型，就是 LLM， 对不对？文字、语言，但是现在我们常常会说大模型，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模态，不同的模态，像比如说 image、video，或者语音，对，audio， 对，它都全部融入到这个模型里面去了。所以2024年呢，我是觉得是说它是一个多模态大模型的开始。对，但是2025年今年的 I/O，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大家真正第一次意识到。这个多模态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像比如说我负责的这个 Project Astra 里面的这个 capability，它就是这整个模型，这个大模型现在是能够跟你共处在一个环境里面，然后因为那个环境的变化，它会做一些适当的这个reaction 反应，这个我会觉得说2年甚至于2年前、3年前，我会觉得这是 incredible。就是 unbelievable， 这个我不认为它已经这么近了，对，它能够了解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在下雨，然后如果我问说我要去哪里吃饭，他会建议说，你如果不想淋雨的话，你可以走到台北101或怎么样的，就是 it feels alive， 因为你就觉得未来接近了，这未来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解释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大型语言模型以前有点说是因为它只是一个语言模型，所以你跟它沟通的时候一定是用语言来沟通。对，那么这个代表它是局限于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你一定要经过这个语言这个界面，你才能够跟它连线。互动，但现在这些大模型，它事实上是能够了解，或是甚至于就是悟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那这个代表它已经融入到一个人生活的环境里面去，所以这个 capability， 这个已经在往前走了。所以2025年大家看到的，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Project， 因为大家如果会看影片，去年呢，Astra 的影片呢是在办公室里面，然后就让你看办公室的样子，然后有黑板上有什么是。今年是释出了一个更棒的影片，就是一个青少年，然后他在这个修脚踏车，然后就是有相关的情境的 context 都非常的完整。那他现在看起来还是 beta 吗？还是在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他可以说算是在 beta 吧。OK， 那我口袋里面的 cell phone 就有 run。OK， 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会真的
有机会看到它会是，比如说我们在这是一个可见的未来吗？就是说可以给他们看这个吗？哇，可以啊，哇！我只是带了一个机器 prototype， 哇，不能让你们用，但是可以让你们看。看哦，就这个你们在那个 Google I/O 上面发表的 prototype， 对，就是我们的 prototype， 而且它上面 run 的就是 Astra。所以这里面的 software 就是 Astra。OK， 我就看哇，这是台湾唯一一个在跑 Astra 的设备。对，这个是应该是第一次进来台湾本土。我可以看吗？我可以啊，看。哇，但是你这样戴就只是眼镜。对啊，挺好看的你。不是，我觉得挺帅的。谢谢，太好了哇哦！而且很轻，对吧？对，因为你可以感觉到，因为我有用过，所以这是已经是因为我有 Meta， 你有用过这比 Meta 那个还轻。哇塞，哇哦！但是比较轻的关键是因为电池嘛，这个电池啊，里面的 processor 啊，什么东西都很有关系。OK， 我很惊讶，因为我原本我们讲 Astra， 我们看到是因为是手机因为这个载体。我觉得它在影片里面是放在手机，然后一边修那个脚踏车，所以我们不确定它是不是最后载体，但因为从最近大家都在开始，我们从10几年前这个 Google Glass， 然后我那时候印象深刻，2012年，然后有一个朋友他就从 Google I/O 回来，我还有一副，然后2012年的那一副，然后就带上来，到办公室，这个很像赛亚人，就是那个七龙珠里面赛亚人，战斗力的眼镜。那你看，可是看完半天，你没有感觉到那个感觉。然后那时候还有一个印象是那时候有一个在旧金山的记者，然后他就戴着那只眼镜被打嘛。然后我记得那个新闻也很深刻，对。然后后来他现在最近就说，我们现在戴这种东西在路上，没有人觉得不会被揍了，没有人觉得太奇怪，没有人会觉得说我的隐私被侵犯啊，或者是什么，就是那可能跟。这个样子也有关系，跟现在人手一机的拍摄影片也习惯了，也有一点关系吧。对，我觉得这种 smartphone 刚开始的时候，到处人手一机，能够拍影片，可以拍照片，当时都还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哇，你到处拍啊，那你会不会侵犯我的隐私？对。现在根本没有人会去想那个事情了，对，就是有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希望他就跟他说了就结束了，但是95%以上的状态其实就是那样了，就是这样子了。对。我觉得事实上我们讲一个小插曲，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所以我回来台湾看台湾的新闻了，就觉得说为什么每一次撞车的时候都已经有人录下来，这是怎么那么厉害？到处人手真的是人手一机，就是马上就有影片。但台湾很习惯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车上会有行车记录器，我们在各个马路上其实都有 CCTV， 连摩托车都头上戴一个行车记录器，类似的东西在上面。而且很多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或什么之类的。对，所以这些影片确实到处都是。所以现在有眼镜反而不是太奇怪的事情，不是太奇怪的一件事。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话题的话呢，是说，因为这个眼镜它有一个 camera 在上面，对，那这个 camera 它能够使得这个人工智慧能够同一个时间在你这个 environment 里面，能够感受到你的 situation， 它在下雨，没有在下雨，你在看的招牌是什么，甚至于你比如说。以后去 shopping 的时候，带着它，然后你觉得说，这件衣服很好看，他搞不好都会以后可能会记得说，你觉得这样子的 style 的衣服很好看。确实，我还有另外一个使用情景，我觉得也许喜欢时尚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很 interesting，像比如说我们用搞不好以后用 Project Astra 这样子的 capability，你到你的衣柜里面翻一翻你的衣服。他就学会你的 style，然后你去 shopping 的时候，他就说：“你已经有3件这个 navy 的 shirt， 也许你要考虑另外一个颜色。”我前几天在 Twitter 一堆人在讨论 AI 的 idea， 这是其中一个。他们就说：“我现在就拍我现在的衣橱里面的所有衣服，你帮我选适合我的，直接从某个地方直接订过来，或者是说。
喜欢书、喜欢看书的人，也许就书架瞄一下，然后说这些是我拥有的书，然后说你会 suggest 我下一本该看什么？对，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眼镜出现的时候，因为Meta 的没有这个 display， 但我相信很快的大家都会跟上这件事情。就是 display 这件事情，我觉得一样回到我刚刚最早的 idea， 就是我可以探测，我就可以有个路人过来，我就可以帮他算命。我乱讲，这是我第一个想到很烂的应用，就是有很多诸如此类，因为它可以探知嘛，那你当然就会用一些奇怪的方式开始，就跟做 App 一样，人们就会在上面做各式各样的 App，那就是又一个新的 App 的复兴运动又开始。对，这是我对于这件事情最大的兴奋来源，也就是刚刚为什么讲说，这我看着这个东西也很棒，然后我也知道它应该办得到了，但是可能还是未来1-2年内就会出现的事情。我觉得你讲这个部分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去诠释它，就是从这样子的 capability 开始有了以后，如果我们常常现在觉得说手机的东西也好或者怎么样子，你真的会觉得往前走，手机还是应该用那样子的方法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吗？就是说，像 APP 这种问题，你要 download APP 的这件事情，这个动作，然后你比如说吧，可以这样讲，像我常常要帮我妈妈操作手机的东西，对，然后说你要先去 download 这个 app， 然后要输入你的密码，干嘛一大堆很麻烦的问题，对不对？这些东西 in the future should all go away， 对不对？对，就是 AI 帮你处理，你都不用烦心那些事情 ，AI 在某个状况下就帮你处理掉。你可以想象，比如说他如果戴着眼镜，然后他发现洗衣粉没有了，还要看着那个洗衣粉，就说你可不可以从全联帮我 order 一个？确实，你还需要找一个什么东西，一个 APP 找出来，然后在那边点吗？对。这种操作就以后应该都是，但如果我想在上面玩宝可梦呢？那我觉得事实上你问的这个问题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 technology， 对，它第一个可能都是从游戏开始，对。那 VR 跟 XR 这些东西 ，augmented reality 跟 VR 的东西，很多也都是现在先从游戏开始，对。那个部分事实上已经做了很久了，我觉得很成熟，然后这整个机制都已经在那里了，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人才也在了，对。然后你看，如果自然是必然的，就是他到时候说我在上面可以抓宝可，我相信这一定会有，然后一定就瞬间有个限量款的宝可梦眼镜。哇，这个 killing app！ 我觉得你的这个听众里面已经有人可能在那在想说，我要成立一个新公司来做这件事情。这肯定的，因为我光看着那个影片，我觉得哇，这太多可能性了。也上面可以做很多个 layer， 就刚刚您刚刚讲，就是我购物啊各种 context， 但是人们总需要一些新的这种 MR 的东西被应用在上面，然后这样的想象力会更好。我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跟话题很好的原因是，我大部分人看到这种新的科技的时候，有时候他们的 imagination 事实上是非常 limited 啊，真的，对，他就会想说，你这个人工智慧是不是可以帮我做更好的 APP， 或者是做更好的 search， 会用旧的想法，用旧的想法去想这个东西。Okay. 但是要突破那个框框，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说，我现在想的那个框框里面是不是正确的？也许它完全是在框框之外。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真的是可以去看这几支跟 Astra 有关的影片，了解一下接下来在多模态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实际上能够做到的事情。我认为实际上在我们讲最近 OpenAI 跟这个 Johnny Ive 的合作里面，它其实也是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新的 device，就是说它不应该就只是手机，它应该有一个，因为现在谣言就是说，我现在谣言是说有个坠子，然后前面会有一个摄影机，然后它显然一样的 concept， 就是我有个摄影机，它已经了解你的周围世界，那它来判断。这样我觉得那个示意图很丑啊，就是谣言嘛。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接下来最有趣的事情之一。那你觉得
既然这件事情这么有趣，然后也会跟那台湾呢？台湾在这一块，因为是软体，我们过去虽然我们在半导体这边很强，我们跟 AI 的关系是半导体制造之国。然后我看过去您的访谈，因为我们有很多机器人，那接下来这些在物理世界或者是硬体上面的机会呢？我觉得硬体这个部分肯定是有的，当然现在的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3C 的这些产品的供应链都在改变，对吧？所以肯定这个部分对台湾也是会有一些冲击。对，但是从整个这个 industry 的 development 来看的话，我会觉得说台湾在半导体这个部分。特别是这个 manufacturing 的这个部分，应该是地位是很难动摇的。我觉得比较 interesting 的部分，可能是因为这些硬体的改变，会有很多新的契机。那台湾的这个公司能不能够抓准这个机会，对，来 develop 新的能不能够新的硬体或者是新的应用，或者甚至于因为这些原因而带起一些软体的风潮，软硬体的结合，对。我看到这是其他人说，就是 NVIDIA 他们说他们有一个 Insection 的 program， 他们就是台湾原本的家数可能在2-3年前可能只有个位数，现在据说在过去的2年里面。整个大爆炸已经变成什么有1000家还是多少的在台湾的这一种跟 AI 有关的 startup， 然后但软硬整合我们可能没有看到，但是显然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而且台湾如果人就可以把硬体跟软体整合的好，利用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对啊，你像比如说我们刚刚在讲的这种，也许以后眼镜里面的新的游戏，对，这有什么道理？台湾的公司没办法做，对，这是绝对是可以做起来的东西。我有看到最近，但是那个需要一个新的想象力。确实，你知道，台湾之前有一些很夯的硬体的东西，有点像是美国的 Kickstarter 上面有很多，其实他们就是做了一个硬体，然后上面可能弄了一个录音卡，那它就可以变成，然后里面可能是用 Gemini 或者是用其他家的大语言模型，然后就合了，然后就开始做会议的记录啊的这样东西。这一年的我只是后来发觉是个中国公司，但我看它一年的revenue 可以到上亿台币，就是光一个这样子的 idea 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机遇是非常巨大的。对我不知道您有，我个人最近做了一个 APP， 算是一个很无聊的 APP， 它是用来做 OCR 名片的，然后我里面就是 Powered by 这个 Gemini Pro 啊，就是它就是用来识别名片，然后里面的分类，它是一个很简单很小的应用，但我可以感觉到这件事情的能力是非常好的，然后而且它可能不用到最好的 model 就可以做完这件事情了。那当然它如果跟硬体上面结合，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机会。对。那您对于比如说机器人，您怎么看机器人这件事情？机器人的话呢，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过，因为之前因为用大型语言模型只能够跟虚拟的这种世界连在一起，就我们的 online world， 对online virtual world 能够连在一起。那机器人，我们需要机器人的原因，是因为人还是生活在一个物理世界里面 ，physical 的 world 里面，所以你如果要让这种人工智慧能够在物理的世界里面有一个界面的话，那你就一定需要机器人。对，那机器人之前的做法，跟现在的这个大模型的做法，事实上是很不一样的。以前的做法就是很传统的方法，我们念这个 computer science 的都知道，就是说所有东西都分开。视觉的 module 是视觉的 module，audio 的 module 是 audio 的 module， 对不对？手臂的 module 是手臂的 module，planning 他要去思考的这个 module 又是另外一个 module， 然后再把它整个整合在一起。现在的做法就不一样了，因为所有的这些 capability 全部把它放到一个模型里面去。那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的人脑在行走的时候，它不是
你没有在思考说我的手要这样子摆，我的脚要这样子动，我才能够往前走，对不对？它是可以一气呵成那种味道，对吧？所以机器人我觉得再过来这5年应该是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因为大模型的这个多模态的这个大模型的契机已经在改变这个领域了。那您我们可以再定义一下，就这机器人呢，我们传统上会觉得是一只手臂的是个机器人，那可能是现在这个 Elon Musk 他们喊的是人形的，黄仁勋先生喊的是一整只的，然后是人形的，有大有小，有不一样的。你有特别还是每一种其实都下一代的是哪一种？现在很有意思的一个部分，你问的这个问题很 interesting 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以前啊，就是单臂的机器人它能够做的事情通常都在工厂里面，单手在做一些 repetitive 的这种 action。那现在因为大模型的这个契机，可以做成2只手一起来，所以现在有2只手能够，你想想看，我们协作。对你，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过那种伤痛，就是可能手受伤或什么，然后突然哪一天需要光是刷牙这个动作，你要扭开那个都需要双手，对不对？有很多事情你会发现，事实上是需要双手，但是双手的时候呢，你事实上它是有一个协调的问题在里面。那这以前的话，你这边这个手臂是一个 module 在 control， 这边的手臂是另外一个 module 在 control， 然后你要它2个协调，你知道这个 research 当年是有多难吗？所以现在有多难吗？现在完全没有问题了。哇！现在厉害到什么？我们发出来的影片就是说，我跟他，我们可以直接跟他讲说，我要你把这张纸直成这个样子，他都可以做到。他就直接拉开。这个纸这样子捏着，然后他这样子把它折叠，他可以做 origami。哇，可以折纸。他手的那个巧度，手巧的巧度现在是可以做，已经赢过你了，已经可以做 origami。你连一个模型都组不起来。所以我最近有时候看这些影片啊，他们说这个水电工目测5年内没有问题。我觉得没有那么乐观这修汽车没有问，就人工，因为大家还说什么白领马上被取代，蓝领还可以撑。对，就是感觉上就是说，因为那时候又在路线就在争说，你们要训练机器人的 data 不够，然后这个 data 收集很困难。然后我最近看了 NVIDIA 的时候，我猜测 Google 可能也有类似的东西，就是它直接已经开始让机器人在 Dream 里面去开始操作这些东西。Google 也是做类似的事情吗？在虚拟环境里面，我们不只是在虚拟环境里面，我们有机会你们可以去找一些我们最近 Gemini Robotics 3月才发布的 capability，现在是可以做到非常 amazing 的这种像你比如说他从来没看过一个篮球，你叫他 dunk the basketball in the hoop，他都可以了解这个指令，然后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已经做到一个更高阶的一种行为的 capability。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过去如果我要做 dump 这个灌篮的动作，我可能就是我人要先灌一次，然后他就知道了这件事情。但现在的训练方式已经变成是说，我给他10000次，给他看10000个篮球的影片，然后他理解了之后，他就知道灌篮是这个意思。这个是大概几年前的时候是这样，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不一样了。OK， 因为我看到他们现在那个 NVIDIA 的是说他们现在就是有一个世界物理引擎，然后就有点像是玩游戏一样，就没错，大量让他去训练，然后我们就不用一直在实力上面去做影片或实际的事情，因为他已经看过很多其他的影片，他知道说这些 concept 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最有意思的就是依您的了解，就是那实际上大家开始在导入这些东西到实际的 real
production 了吗？就是在这些整个生产line production 的世界，现在正在做这种事情，现在正在 figure out 怎么样子来做这个事情。因为目前为止，机器人那边很多是在做这种非常 repetitive， 对，在工业线上面的那工厂的那种环境下做，对，一种生产线上面的一些 repetitive 的工作，而且可能是有一些危险性的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精准性要非常高的一些工作。那么往前走，你可以看出来，我们为什么在讲人形机器人这些东西，这原因是因为我们更希望往前走是有一些便宜的机器人能够做到一些家务事，像比如说折叠衣服啊、洗衣服啊、炒菜啊，什么这些问题，洗头，像特别是我觉得台湾的这种长照的问题以后说5年后、10年后，会不会真的有一些比较 affordable 的机器人能够帮助一些家里的家务事？我觉得人类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无比矛盾。我讲矛盾的原因是因为呢，第一个是我们一方面又很害怕被取代 AI 或者是机器人取代了我们的白领的工作或者是蓝领的工作，那可是我们又一方面发觉，我们实际上很缺工啊，我们很缺人力来照顾。因为我最近看这几天的新闻在讲说，整个台湾其实几乎医院没有床位，因为这个护士的短缺，然后造成这整件事情的问题，应该会在几年内大量的浮现。那您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所以现在对医疗机器人很有兴趣的研发者还挺多的，就是这个原因。有一些很简单的工作，像比如说送药啊，或者是甚至于一些什么。这个病人翻身啊，这种问题，对不对？你每一件事情现在在医院里面都需要护士来做。对，那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翻身机器人，定时间把每个人翻身在医院？有道理。而且因为他现在手很巧，所以他可能可以，而且他整个扫描都是很具体的，就你的视觉，你的视觉去判断，因为我觉得以前大家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就是医疗啊，一定要有个实体的什么东西来辅助，然后就会每个事件都要有一个机器去做这件事。比如说翻身，应该是有个床，它可以帮你立起来一下，然后再下去，然后你就要买一个这个床。然后如果说我要带他去上厕所，我就要一个机器把它运过去。但是如果是一个人形机器人，再加上他的那个多模态的内心的话，应该是有办法做到全部的技能。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对不对？像我们之前在讲的什么用餐，这个送餐的机器人，对不对？他们这个做的有多好？对，这怎么样子融入不同的餐厅，不同的餐厅它的 size 可能都有问题了，这不同的医院也会有这方面的应用的问题，对，所以这方面都亟待解决。对，那你就可以想象说，有一个多模态的大模型，如果能够拿来做这样子的工作的时候，你以前的话，你可能到不同的医院，它不同的床位，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规格，不同的病床的大小、病房的 location， 什么东西全部都是问题，对不对？对。那以后我们的想象是说，就摆进去，它摆进去一遍就好了。对，地图给你看，看懂了，好，熟悉一下，开始送药。因为你可以这样想，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医院的负责人，对，我找了一个护士来，那我跟他讲说，我需要有人帮我送药，病人在这边，订单在这里，药品在这边，请你做这件事情，他就应该马上能够做，对不对？这好科幻哦！我天啊！那医疗机器人应该也一样啊。对，我们要有一个送药机器人的话，对，应该就是放到一个医院里面去，给他看一个地图，开始送药。不用再去微调那些数据之类的，没有必要。它就是一个大模型，所以都不用微调。可能是有医疗专门啊，但是就是……那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想想看，为什么我刚刚讲双臂机器人多么的重要？你如果那个药出来的是一个药罐子，你要把它扭开，对，需要双手啊。所以这是基础，对，基础了。你请人就是他说
我是护士，但是我打不开药罐子，可能吗？所以这感觉就是我再往前个10年，我觉得再往下发展10年就要到西部世界，就 Westworld， 就是那个电影集，哇，这感觉很近。好，那我感觉很近啊，我感觉很近，起码如果好好活着的话，有30年看得到。希望人不用进医院，永远不需要进医院。对，就我们就不用人。所以理论上我们因为我也看了在这个 DeepMind 的这个Demis。他也就是研究这些蛋白质啊，这些医疗的突破，我觉得在那边应该也会有类似的突破性发展。对啊，我们在用这个机器学习的方法做，像比如说 AlphaFold，这样子的 project，现在台湾就有很多人已经开始在应用了。你要之前不是台湾有很多生物科技的投资吗？生技公司，他们现在就有很多人，好像说是15000多个使用者在台湾在用 AlphaGo 的东西。OK， 因为感觉上，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是 FDA， 就是美国 FDA， 他们其实现在已经感觉到这件事情在被加速，就是跟 AI 有关的这种 hardware 跟医疗有关的在加速，他们在想办法是不是有办法加速这些东西的审批，然后让它快速测试，然后有机会早点上市或者直接就早点被大众使用、大规模使用。对啊，造福人类啊！对，这看起来医疗这种题目应该没有什么要被太多对啊，意义了。好，那问一个再更大的一点问题，那您对于AGI 的定义是什么？突然跑到你问这个转的话题还转的挺怪的，不过我觉得，因为刚刚这已经，我觉得因为它已经到全模态了。然后，因为有些人就觉得说，那这已经跟人类做事情快要分不出来，已经分不出来了。那有些人就在争辩说，因为上一题理论应该要是，你认为 AGI 会什么时候到达？那这时候有下一题就会是，那你怎么定义 AGI 是什么？所以我赶快先问 AGI 是什么。我先说，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对 AGI 有一个 misunderstanding 的原因，是因为有些人讲 AGI 的时候，他是说跟人类一样有一样的智慧，然后但是有些人他说 AGI 的时候，他事实上是说 superhuman intelligence，就是比人还要更厉害的智慧。那所谓在讲 singularity 的人，意思就是说，他这个智慧如果到某一个地方，他继续超越人类的那个点，叫做 singularity 起点啊。那所以为什么要从这个方法去讲这件事情呢？我会觉得说，从我个人认为，我个人认为 AGI 这个东西，我会觉得有2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刚刚已经非常的细的去讲其中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个 AI 不能完全只存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而是需要到一个人类的世界里面去。所以这件事情是我觉得一个人跟人工智慧之间的一个界面的一个启发点，一个 startup point。所以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说2024、2025年感觉到对这个 is starting to happen。那这个是 AGI 的其中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会比这件事情还要更重要，因为前面这个是跟物理世界的一个结合，一个界面，一个 understanding， 一个 situated understanding 的这种 interaction。对。那第二个部分呢，事实上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件事情是人与人之间互动常常发现的一个矛盾是什么呢？我已经告诉你怎么样做这件事情，你怎么还不会？听不懂？有没有跟自己的老婆、女朋友吵过架，就是这样子吵起来的？是，人与跟机器之间的互动会有同样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已经教你做过一次了，你为什么还不会？所以下一个 AGI 最重要的这个 starting point，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你要能够做到，我教你一次，你就以后就会了。这好难哦。我原因是因为，比如我现在我会用，因为我是一个完全不会写程式的人，我跟 computer science 没有关系。然后我现在开始用vibe coding 做了一些事情。
然后我跟他解释要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他还是没但可能是我表达能力我现在大家会怪自己的表达能力太差，先检讨自己，然后表达能力太差，所以他没有做对。你讲这件事情还很有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也许是我表达能力不好？对，为什么人跟人之间互动的时候他不这样说呢？对不对？你跟你女朋友吵架的时候说，我不是已经教你一次了吗？那你为什么不会质疑说，呀，搞不好是你没解释好，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人与人之间互动跟人跟机器互动现在目前的一个 imbalance point， 因为我们会觉得说跟机器互动，机器一定比我笨啊，所以我要教他很多次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但是 AGI 到达的话，他应该是跟我一样有智慧的，我教你一次，你应该就会了。这我们跟刚刚那个感觉是很类似的，没错。就是随着时间，能不能期待不一样？哪一天你的阿嬷骂你家里的机器人说：“我已经教你一次，你怎么还不会？”你就知道 AGI 到来了。哇 ！OK， 我们另外一个判断 AGI 是否到达的是你阿嬷，是阿嬷。对，确实。然后我们那天看，因为 NVIDIA 那边那个标准很有趣，他说我怎么判断这个物理世界图灵测验已经被突破，就是说我们判断不出来这个家里刚刚被清洁过，是机器人清洁的，就是这个机器人已经帮你把所有东西折好衣服了，然后打扫好了，然后他们那一套的就是说法是这样，就是他们的图灵测验是这个。你觉得你说的这个很好，为什么呢？像比如说，你可以 imagine 以后阿嬷说我袜子要放在这个柜子里面，对，然后机器人又做错。他就说：“我已经跟你说过一次，为什么老是这样子？或者说家里面的扫地机器人，现在还是常常会碰上什么东西，然后搅起来，然后又停下来，然后我教你好几次，我设定好几次，你还是会去缠住绞线干嘛的？就觉得这个东西事实上还是很笨的。对，我们叫它是智慧型的扫地机器人，对，但事实上它真的智慧吗？等到它有多模态的大模型去做这件事情。”他就不会绞线了，对吧？确实，因为他就不会笨了，他就看得出来了，那个不能绞。我们现在要求对，你的要求，我们现在要求真的很高，因为之前以前大概10年前用 iRobot， 它是用碰撞的，就是它要撞墙壁，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好不错了，比以前我扫地好了。然后后来就觉得碰撞实在是太笨了，然后现在有这种红外线，然后又视觉感应，我已经觉得哇，这比 iRobot 好多了。然后现在觉得它缠到线很笨，不要回来怪他。你有没有发现你的 expectation 就一直在变，对不对？所以下一步的话就是说，我已经告诉你那地方有线，你不要去搅，你为什么还去搅？等到你阿嬷骂那个扫地机器人之后，你就知道 AGI 到了。这个扫地机器人真的是，我们这个世界的 AGI 是由此判断的。就是我们的衡量标准长在阿嬷身上，长在这个阿嬷的这种，就是他的 expectation， 如果变成说我已经告诉你一次，你不要再犯这个错误。而且你像这种东西，事实上在很多的应用场景，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确实，你比如说刚刚聊医疗机器人，他送药错误的话，那何等严重啊！我觉得那可能需要一阵时间让大家适应。对，然后开始习惯的有机器人会帮你送药，然后认为他们比人类还准确，跟开车一样，自动驾驶车一样。你可以这样想，我们如果能够做到送餐机器人的话，为什么不能做到送药机器人呢？送药会死人。事实上，所以你想到了正确的地方，就是说这个技术并不是没有在那里，对，但是它问题是它的法规是什么？它的 reliability 是什么？它的 robustness 是什么？我觉得也跟自动驾驶有关，也是类似，就是从10年前大家对于自动辅助驾驶到全自动驾驶，我们不管看到是 Waymo 或者是其他的自动驾驶，我现在觉得你看到的时候就觉得不可思议，就觉得国外很流行的，台湾还没看到，你就觉得真的是还是有差异的，还是有差异。但国外的法规的确一直在很努力的调整，然后让德州或者是加州都可以在这样运作。而且很多人现在就已经开始在我们那一区在加州那一区就已经有人开始在讲说，我宁可我的小孩子坐在 Waymo 的无人驾驶车里面，因为我知道那个是 safe 的。
哦，对，那这个不就是刚刚讲那个转捩点？对。所以我们要想的不是那个科技的发展的趋势是什么，而是它的转捩点在什么地方。对，因为前几年大家真的还是很担心这个自动辅助驾驶行不行，但我觉得这个声音在改变，尤其也我觉得台湾可能还没，但是因为我自己已经用这个 Autopilot for maybe last 4 years， 但就是过去4年都是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已经就没有那么的稀奇吗？稀奇，对，而且最近台湾不是有很多这个有关于驾驶的问题吗？对，所以我觉得往前走，大家慢慢对这个 technology 有一个 acceptance 了以后，他会觉得说，那不是无人驾驶更安全吗？就好像说送药机器人做到很好的时候，他会觉得送药机器人错误率要比真正的护士还要低，或者是甚至于说他不会破口大骂，你怎么还没吃你的药啊？干嘛的？他只会一直给请你吃，可以一直重复吃，不会烦啊。那护士可能讲到第3次就脾气就上来了，机器人不会。哇，真的是非常在我们有生之年应该是看得到的事情。那最后，你对于这个台湾，比如说现在20岁、20出头的年轻人，假设他们现在要做创业，这是一个你觉得，或者说投身类似的行业，你觉得在应该会给什么样的建议啊 ？AI 的方向下吗？对 ，AI 的方向下，我觉得最重要的现在的问题是说，这个技术变化的非常的快，所以最重要的一个 advice 事实上是 be adaptive， 而且你要想的不是现在，而是想说3个月、6个月或1年以后，我今天透露的一些想法，新的想法，对，就是让你能够我要做的事情，我觉得今天的谈话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很多人会问我问题的时候会说你预测什么东西？我想做的事情不是告诉你我预测什么，对，而是教你那个技能去你自己去做预测，对，这才是 creativity 的开始，对，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从这个 adaptive ability 那种 adaptability 的那种角度来看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如果说台湾的软体业也好，硬体业的的这个朋友们，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be adaptive，然后能够看到这些信息，然后开始做一些自己能够做 prediction 的这种工作。它其实就是某种好奇心，然后的不断的探索的培养，然后有 adapt 就是快速适应。然后我们因为我看国外很多演讲，其实这些大佬们他们也都是类似的结果，就是因为现在技术变数太快了，这个模型从语言模型变到多模态，也不过就是这2-3年的事情，然后这个速度似乎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因为前几年还在担心说，会不会资料没了，然后就停止了，但这个墙好像没有碰到这个瓶颈，好像没有，但即便停下来了。现在的所有多模态的东西，也一堆事情可以做了。是的，没错。对，这个 data 的这个问题哈，我觉得很多人是因为它停留在一个我把这个东西放到一个 pre-train model 里面去，然后这个 pre-train model 它就拥有这个知识，那拥有这个知识以后，它就能够做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对不对？它是停留在那个 mindset 里面，但现在大模型的发展，事实上并不是一个完全 pre-train 的一种模式，不是那样子的那种 thinking pattern， 而是说这些大模型他们已经开始能够做自己的探索。这是最大的不一样。所以刚刚讲的，我在讲的那个部分，比如说我教你一次，他就应该能够以后就学会了，对不对？以后他事实上不只是教你一次他会学会，他是会继续探索，举一反三。听懂了？所以那个就是真正的 AGI 的开始。对，他要能够融入到这个真实世界里面去，这第一个。第二个，我教你一次，你不要我重复的教你，
这个那个叫做 machine learning， 那个不叫做 AI。对。然后第三呢是举一反三，就是自己开始学习。对，所以现在很热门的研究方向，事实上是 machine 的自我学习 self improvement。所以大家因为难免大家会焦虑啦，就是说，因为有些人是一直看着 AI 资讯，我像那个 Google I/O 那个礼拜，就是你很焦虑，资讯量爆炸。我没有到焦虑，但是我有几天，因为我又自己去 Vibe Coding， 然后我几天没有开 Twitter， 我就没有看东西。然后有一天我打开 Twitter， 哇，爆炸！怎么这么多新东西？但我觉得有一个好处是，就是你也不用担心你 miss 掉什么事情，因为你隔天再隔5天看，又一堆新的东西，永远有新的东西。对，但是如果你有选定一个方向，然后持续探索，我觉得真是一个最好时机。我觉得很多人不了解焦虑是从哪儿来的。焦虑是因为你对未来的恐惧而来。所以 it's a fear of the future。所以为什么我今天有一些片段是特别的 focus 在怎么样子跟大家讲预测未来这件事情，原因是因为你如果能够预测未来的话，你就会 relatively be more calm， 你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焦虑。你越理解他可能会走的方向，我觉得心中会踏实。对，所以如果你只是吸取那些 information， 然后有 overload 的感觉，但是你没有在做往下的预测，你还是觉得未来是一个很不能控制，或者是不能预测的东西的话，你的 anxiety 就会自然而然的会上来。所以现在大家的感觉都是那个非常 anxiety 非常高的原因，事实上是从这个地方而来。我在公司里面就有很多人会常常跟我讲说，为什么我感觉你非常的 calm。 我说那原因是因为 I don't know for sure I'm right, but I think I know where the future is。那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焦虑啊。You already know what's gonna happen。某种程度上，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看过很多科幻电影，科幻小说，是，然后我觉得美国人老美们也都是看这些东西长大的，然后对于这些科技，感觉就是这原本已经在我们的小说里面就看到，我们只是把它做出来而已。然后我就说，对啊，所以也没因为那最好的情况就是这样。就是 Star Trek， 我们到达了一个这种乌托邦形式的宇宙文明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很不好的，就是我们可能Terminator， 对这个 Skynet 那个但最烂的但我觉得每一种状况都有所以很棒啊，我们 living in the future。 我觉得制片人嘛做电影的，他们肯定是用他们的想象力去想极端，对，因为极端的东西它才有冲突、戏剧性，才有戏剧性，才有票房嘛，那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从我们正常人的角度来看这些东西的话，我会觉得说，他那只是给你一个框架去想未来，对，那你要看现在的这个科技的方向，对，来决定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更高于另外这个可能性。那你做了这个预测的话，你的心里就会踏实一点。确实。好，我们聊一些最后的话题，就是说，在您的工作之余，您会做什么样的运动啊？我最常做的这运动就是高尔夫球。我现在超级迷高尔夫球，整天都想着。那台湾的球场都有吗？台湾球场还没有机会打，因为我每一次回来就开始在打听哪一些朋友们喜欢打高尔夫球的，找我一起去打。所以节目的这个观众朋友，如果你们有知道什么好球场，博士非常有兴趣，然后搞不好做一些 AI 结合的东西，AI 捡球桶。对，我听说像韩国还是什么地方都已经有那种 self-driving 的那个 golf car， 对。很合理，因为它是个限制领域。我都不晓得台湾有没有引进这些科技。我也不知道，我对高尔夫球不熟悉。好，那您过去一阵子，你有推荐不管是书啊、影集啊，或者是你最近在看的任何的作品？我刚刚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看了一段那个 Doom 的movie， 那个你看过吗 ？Doom 的 movie， 那个中文名字好像是什么？毁灭战士？不是啊，不是一个，它是一个沙漠里面的一个科幻电影，沙丘。
对，沙丘 Part 1 Part 2，我看了以后，我觉得那个就是它整个的那个画面漂亮的不得了，在飞机那么烂的荧幕都可以这么漂亮。我觉得你可以，也许可以感觉到，就是说，因为刚刚我们在讲焦虑这件事情，对，就是我很喜欢一些运动或一些平常的一些比较能够让我放松，然后完全不去想。对，现在的事情的东西，然后打高尔夫球你是非常专注的，就你根本不会想工作上面的事情。哇 ，OK， 我以为因为放松，大家就你可能有个伴，然后就一起聊天，然后就是一边打球喝点啤酒啊，干嘛的，很舒服啊。确实，工作上面的压力已经够大了，没有必要。对，沙丘真的是一个很漂亮的电影，尤其你在。我也是我居然是在飞机上看，然后是经济舱的。我看荧幕说，天啊，这个荧幕这么烂，那个画面都还这么漂亮，你就知道，如果我在更大的荧幕或更好的环境里面看，就会觉得更厉害了。对 ，OK， 那 AI 你有没有推荐什么书？你觉得应该是要看 AI 相关的作品？我倒挺。Look forward to， 我最近才知道说台湾最近这几个月在讲那个张志谋的张忠谋的传记，张忠谋的那个传记，我挺有兴趣去把买几本来看看。对，OK， 听说有上下，对不对？上是很久以前出的，对，然后下是最近出的。那但因为好像还没有英文版，它好像还是只有中文版。中文版没 OK 啊？我中文看了 OK。OK。好，那我最后请您帮我分享一下，您最近怎么用 AI？一个任何的 tips， 或者是你常用的一件，用它来做什么事情？我最近我给你一个最近很 interesting 的，你不可以用这个。我最近用了一次特别有意思的场景，是我最近去悉尼开会，然后刚刚也聊了，我喜欢打高尔夫球，然后悉尼刚好它是一个海港城市，对。所以我知道说在悉尼那边，而且有出过非常厉害的球员，所以我就想说，我去悉尼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去打一场球。但是呢，我去之前呢，我要做 research， 说因为球场有很多不同类型，有一些是在海边，有一些不在海边，有一些你可以跟袋鼠一起打球然后还有就是说，有一些球场是 private 的、私人的，你不能进去，一定要 club member 才能进去。有一些是开放的，然后不同的价钱、不同的时间，然后还有 availability 的问题。我是直接问 Gemini 帮我做 deep research。我说我会在 Sydney 的 downtown， 我有几天是 free 的，我想要打一场球，然后我希望能够在海边打球。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开车的时间要多远？他们有没有 rental club？然后价钱是多少？然后哪一天是 available？ OK， 完全帮我做好。哇！所以你也一个报告出来十几页、20页，这个球场怎么样？这个球场怎么样？评价怎么样？全部做出，就像一个私人助理一样，把它全部做好。打到那场球了而且非常爽，非常开心，太好了，打得非常开心。OK， 这真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因为有时候过去，比如说2年前，我可能用这个 feature， 我可能还是觉得它有，那是 OpenAI 啦，OpenAI 有。还是幻觉嘛，就是他给你一堆假的，他用掰的，对啊。那现在因为 Gemini 的这个 Deep Research， 它有加上这些联网所有的资料的功能，所以准确度上大为提升。确实，对。我还用过 Gemini 的 Deep Research 做一些，比如说 paper 的 analysis 啊，什么都做得非常的好。所以现在有时候我觉得很多这些工作，以前很繁琐，对现在都。就是等于是网上机器人在帮你在做了。好，感谢今天这个纪华新博士跟我们聊这么多，谢谢您来，谢谢，拜拜。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